曾经在四川贫困山区，一对夫妻因丈夫深信存钱不如存人，向往多子多福的美好生活，在短短16年里，接连生下11个孩子，却未料19年后，大儿子感叹道：“宁愿自己从未出生过。”那么20多年里，这家人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位丈夫是否如愿过上幸福生活呢？女孩张杏子出生安徽农村，因小时候一场大病，成了一名智障者。不满20岁的她，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讨生活，因没有上过学，只能从事一些底层工作。一次偶然，一位工程队的老板看她可怜，便带她到工地上为工友们做饭。在这里，张杏子遇到了一位大她10岁，名叫何红的男子。同样，何红来自四川农村一户贫困家庭。在日常接触中，两人渐渐产生好感。每次何红来食堂，张杏子都会给她盛满饭菜，何红也常常买一些好吃的东西给张杏子。相处半年后，两人决定结婚。随后，张杏子跟随何红回到四川老家。尽管两人结婚没有嫁妆、彩礼，到场的宾客也寥寥无几，但也阻拦不了两个相爱的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。结婚第2年，张杏子就生下了大女儿何川辉，紧接着又生了一个男孩何军辉，儿女双全，夫妻恩爱。何红一家本应该过上幸福生活，可是何红却坚信存钱不如存人，有人才会发家致富的观念，坚持让妻子继续生育。对于丈夫的想法，尽管张杏子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孩子的抚养问题，但因无法说服丈夫，只能顺从。就这样，两人在16年间生下了7个女儿和4个儿子，共计11个孩子。期间，当地计划生育部门说服张杏子进行绝育手术，但都被何红拦截回来，并声称我们生几个孩子，那是我们自己的决定。对于何红一家超生的问题，村里决定进行处罚，但何红却毫不在意，因为她根本拿不出1分钱来。那么，这11个孩子出生后的生活怎么样呢？孩子们出生后，让本就艰难的家庭更加拮据。为了养活孩子们，身体虚弱的张杏子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农活，何红则外出打工贴补家用。日常生活中，孩子们没有新衣服，也没有新玩具，每天靠捡拾破烂度日，每日只能靠稀粥和菜叶充饥。家中依然是破旧不堪的土房和一张木板床。为了不让孩子们饿肚子，何红夫妻俩已身心俱疲，更别提孩子们的教育问题。家中11个孩子，唯有大女儿何川辉和大儿子何军辉在村里的小学上过2年学，其他孩子基本上是处于放养。随着孩子们长大，张杏子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严峻。不得已，长大成年的大女儿何川辉只能离家外出打工。起初前2个月，何川辉还将工资全部寄回家中，但从第3个月开始，夫妻俩再也没有女儿的消息和汇款。正当夫妻2人焦急等待时，一通来自何川辉同事的电话，被告知女儿精神失常了。无奈之下，何红只能将女儿接回家。对此，何红感到愤怒和失望，觉得身上的负担更重了。如果说何红对女儿的精神失常感到失望，那么她对儿子何军辉的前途就是一种愚昧。大儿子何军辉渴望成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，可惜何红却认为儿子是家中的顶梁柱，必须扛起养家的责任，坚决反对儿子参军，因而切断了何军辉的梦想。最终他只能留在家中继续捡破烂为生。大女儿何川辉的失常，儿子何军辉的前途迷茫，让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更加艰难。然而接下来这苦难的一家人还会面临怎样的命运？在何红老家有个习俗，每年春季都会办一场庙会，在庙会上可以免费吃丰盛的食物。这一天，何红早早带着7个年幼的孩子来到现场。入席就座后，孩子们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，何红也趁机享受着美酒。此时与何红家同桌的是一位远房长辈何吕海。何吕海看不惯何红一家这副穷酸样，再加之何红还指使他去拿酒，这让他很恼怒，
便辱骂何鸿。未料何鸿抄起酒瓶砸向何吕海，两人在互殴中，在酒精的作用下愈演愈烈。愤怒之下，何鸿抢过何吕海手中的刀，砍死了对方。最终何鸿被判无期徒刑入狱。何鸿入狱后，养家的重任落在了大儿子何军辉的肩上。他一边要照顾体弱的母亲和精神失常的姐姐，另一边还要照顾其他9个弟妹，这让他压力倍增，甚至抱怨自己为何出生。幸运的是，村委会没有放弃何鸿一家，他们再次伸出援手，筹集了现金11万元，还对他们的房子进行了修整，添置生活所需的家具和电器。不仅如此，村委会为他们申请到了每月1900元的补助金，还帮忙协调孩子们上学的问题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3女儿何君云和小儿子都进入职业学校就读，学习一技之长，为将来就业铺路。何鸿在狱中得知家中的变化，流下悔恨的泪水，并告诫孩子们要遵纪守法，努力学习，做个有用的人。何鸿何张性子，本可以靠着勤劳的双手过上幸福生活，却因为何鸿存钱不如存人的错误观念，陷入生活的泥潭中，最终毁了自己，也害了家人。都说认知决定命运，面对生活困境，要想摆脱逆境发家致富，与其自私执着固步自封，不如努力学习，打破观念，改变命运，如此人生才能走上康庄大道。